11月1日的傍晚时分，本该是一个普通的周末，可新加坡有诺市工业区突然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打破了宁静。当天，大火从有诺市七道第1079座一间木门制造厂开始燃起，仅用数小时便迅速蔓延毁灭了3座工厂，甚至涉及到临近另一厂房的屋顶结构。熊熊烈火吞噬建筑，冲天而起的浓烟从数公里外都清晰可见，炽热的热浪甚至让数百米外的人都能感受到它的威力。5.5个小时后，这场火灾终于被控制住，但留下3座被焚毁的厂房、黢黑的外墙以及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损失。新加坡民防部队迅速反应，派出60名人员、16辆消防车、9支水枪及其他设备展开灭火行动。但火势的凶猛以及工厂内的大量可燃物让救灾异常艰难。这起有诺市大火看似一场单一事件，却仿佛在新加坡都市安全神话这张画布上撕开了一道裂缝。长期以来以高效管理和安全闻名的新加坡，一度被视为治安和公共安全的全球标杆。然而愈加频繁的火灾正在动摇人们对这一都市神话的信念。第一章历史的警钟屡次重现的有诺市火患。有诺市的工业区并非首次面临如此毁灭性的火患，就在去年即2024年4月2日的晚上，仅一街之隔的有诺市6道1049号厂房同样经历了一场景象惊人的大火。那场火灾同样烧毁了3间厂房，甚至还导致厂房中的一间屋顶坍塌。在那次火灾中，民防部队出动了19辆紧急车辆，70多名消防员投入灭火行动，使用了9支水枪、空中水炮以及无人驾驶灭火机，花费了4个多小时才控制火势。2场火灾仅相隔1年多，再加上火灾的强度与后果如出一辙，这不禁让人提出疑问：不断重复的悲剧背后，是否隐藏着某些没有被解决的安全隐患？有诺市工业区究竟是特别不幸的火端，还是城市消防计划的死角？这些问题如同未解的谜团，正在考验新加坡的城市管理及防灾系统。第2章生命代价下的英勇救援与惨痛代价。这场大火中，消防员再次扮演了关键时刻的英雄角色，他们完全不惜自身安危，在酷热难忍、浓烟滚滚的情况下奋战了5个半小时，总算将火灾彻底扑灭。然而，这场紧急救火行动并非没有代价。2名消防员因公受伤，一人因吸入过量浓烟需送往新加坡中央医院，一人因医疗需要被送往樟宜综合医院。这些无私的英雄竭尽全力守护大家，但他们的身体却和这座城市一样亮起了警示的红灯。庆幸的是，2名消防员最终受治疗后出院，但这仍提醒我们，即使有再强大的应急能力，频发的意外始终在消耗着人力与资源，这样的代价或许并不能成为长久之计。受灾的3座工厂和附属建筑也遭遇了严重破坏，建筑结构被严重削弱。新加坡建设局已经向相关业主下达关闭命令，要求聘请专业工程师进行结构安全评估，并提交修复方案。一位熟悉工业区发展历史的专家坦言，这场火灾凸显出新加坡工业区离火灾预防与响应上的短板，也进一步警醒我们，依赖现有的安全系统或许已经远远不够。第3章火灾频发的城市症候，未来挑战愈加艰难。如果以为这次有诺市大火仅是个例，那或许过于乐观。数据显示，自2025年以来，新加坡各地的火患事件频发，一连串严重火灾犹如预警信号，为这座城市的安全底色蒙上了一层阴影。年初后港的祖屋火灾夺走了3条人命，现场的安全隐患，例如堆积如山的杂物，严重影响了灭火进度。随后，今年4月，里巴巴利路的一栋3层建筑也发生了火灾，不幸造成15名儿童在内的19名居民被送医急救。同年10月，义顺街道则因祖屋公共走廊堆积的行动辅助工具而引发意外，导致25名居民被紧急疏散。层出不穷的火灾显然与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安全隐患有关。数据显示，电气设备故障是主要的火灾元凶。在2025年7月一场后港的祖屋火灾中，初步调查显示，问题就出在单一插座超载。此外，杂物堆积成为了祖屋内的巨大隐患。在多起案件中，堆放在走廊和楼梯间的各类杂物不但增加了火灾的威胁性，还大大拖延了消防员救援的行动。与此同时，宗教仪式和不安全的焚烧行为也是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一场场惨剧背后，城市广泛存在的安全漏洞已经无法再视而不见。第4章转型中的新加坡模式，从标杆到反思。一连串火灾的发生，不仅烧毁了建筑与财产，更燃烧起了社会各界对当前城市安全体系的担忧。始终以安全城市典范被全球效仿的新加坡，正在经历从未有过的挑战。但是新加坡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城市最擅长向外界和内部危机学习，并不断提升和完善自我。日前，新加坡全国安全理事会和相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全面升级的火灾预防措施，将增加5000个灭火器的部署，并强化民众的安全教育意识。例如，学校将重点纳入火灾防范教育，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应急能力。普通家庭也被呼吁定期检查电气设备，避免使用老化电线。
同时必须保持走廊和楼梯间的疏散通道畅通，严禁堆放杂物。此外，家庭还应该绘制简单的逃生图，确保遇到火患时知道最快最安全的逃生路径。这不但体现了新加坡政府对安全问题的应对决心，也表明安全城市需要依靠政府与市民共同合作。尽管如此，频繁发生的火灾也让人意识到，单靠规范和提升硬件未必能一劳永逸。真正可靠的安全防线始终来自人们生活中不懈的警觉，是每个人点滴小事中的自我责任感。或许新加坡的大火不仅是一次意外事件，更是一次全社会集体反思的开始。当我们构建一座完美的现代化都市时，是否忽视了最根本的生命安全？安全的未来取决于每一个你我的行动。如何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这是一个艰难却无法回避的问题。新加坡的都市安全神话能否得以延续，取决于你我的每一个行为举止。关注防火安全，阅览更多相关内容，请点赞、订阅并讨论，让我们一起成为一座安全城市的缔造者。